终于知道这次中美经贸摩擦，北京为何突然发疯了。10月9日，美国财政部深夜宣布新一轮制裁，第一次把打击的矛头直指中国的港口和炼油设施。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贸易战，而是一次精准的能源断供试验。从伊朗油船到山东码头，从港口设备到稀土出口，美中两国已经进入一场无法回头的全面经济战争。这一夜，北京彻底坐不住了。川普的制裁清单上，赫然出现了山东日照石华原油码头和山东金城石化集团，这两个名字对中国能源供应链来说，就像两根支撑命脉的骨头。日照港一年吞吐5000多万吨原油，几乎是中国沿海最活跃的石油心脏。金城石化是茶壶炼油厂里的巨无霸，靠伊朗石油维持运转。如今，美国财政部把他们点名制裁，这意味着中国能源系统最脆弱的一环被精准捏住了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这次出手不同以往，它不再仅仅制裁船只或货主，而是直接打击接货点中国的港口。这相当于告诉全球的航运保险公司，凡是你敢靠中国港口卸伊朗油，我就让你全球无法结算。日照石华运营的蓝山港是中国进口伊朗油的主要登陆点。据彭博数据，过去1年至少有10多艘影子船队油轮在那里秘密靠泊，总量超过2000万桶。美国财政部掌握了完整航迹，并直接点名。消息一出，保险公司、代理公司、船东全都慌了，因为这意味着任何一艘驶向中国的油轮都可能触雷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话异常冷酷，我们要拆解伊朗能源出口的每一个环节。这句话的潜台词是，不只是伊朗，中国也要为它的能源关系付出代价。这一轮制裁的设计逻辑是把风险从船东迁移到港口。以前中方还能用影子船队规避风险，但现在港口自己都不敢接货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进口原油的链条被人为制造了卡口。排队靠港要审批，卸货要保险，资金要结算，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因为被制裁风险而停滞。换句话说，中国的原油不再只是贵，而是难。预估伊朗油未来对中国的供给量将下降20%至30%，甚至在某些季度可能阶段性断供。更糟的是，即便有油，也要绕远路，走灰色通道。那就意味着更高的运输成本、更慢的到货周期，以及更深的外汇损耗。北京的反应一向激烈。10月9日深夜，北京也出手了，扩大稀土出口管制，新增5种稀土及其材料列入管控清单。稀土是什么？是美国芯片、导弹、电动车的血液。中国占全球70%的产量。这张牌北京打得毫不犹豫。紧接着，中国宣布对美国芯片巨头高通发起反垄断调查，对美国船舶征收额外港口费，对所有悬挂美国旗帜的船只实施入港登记延迟。这一系列动作几乎是在模仿川普的贸易反制策略，但问题是，北京的底气已经没了。因为这时候中国的稀土价格已经跌到近5年新低。据中国稀土行业协会数据，氧化钋铝价格从2022年的每吨90万元跌至今年9月的每吨52万元，暴跌42%。这是一个几乎崩溃的市场，出口受限，内需低迷，企业利润暴跌。你越封锁出口，越让国内稀土企业断血。当北京宣布稀土封锁时，川普彻底怒了。他在真相社交上连发3条帖，直言北京的行为是对全世界的经济恐袭。他们早就计划好了，现在只是公开宣战。于是，川普拍板，从2025年11月1日起，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100%关税。
这不是追加，而是全面加倍。同时，对中国科技公司启动新一轮出口限制，涵盖关键软件、AI 算法与航运设备系统。这等于直接切断中国的外贸神经。美国智库 CSIS 估算，这一政策将影响约72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，相当于中国 GDP 的3%。如果加上汇率与资本外逃效应，中国实际损失可能高达 GDP 的5%以上。这不是冷冰冰的数字，这是中国制造业的生死线。因为在出口导向型经济里，关税加倍意味着利润消失，工厂停摆，工人下岗。这场战争不再只是国家与国家的对抗，而是中国普通人饭碗的崩塌。美国不仅在贸易上加码，更在供应链上布下陷阱。10月10日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，对中国制造的岸对船起重机、多式联运底盘等关键港口设备征收100%关税。这项措施将在11月9日生效。别小看这些设备，美国80%以上的港口装卸机械来自中国制造商中远重工与振华港机。一旦加征关税，美国港口可能短期阵痛，但中国会更惨，因为出口被封，订单直接断流。更狠的是，美国还提出拟对中至大型货物装卸设备征收150%关税。这相当于告诉全世界，从港口到海运，我要把中国彻底排除出国际物流系统。到这里，美中贸易战已经不是贸易问题，而是一场全面的经济围堵。川普用能源、科技、港口设备构成了一张无形的包围网，而北京则在稀土、芯片、港口费的混乱反击中暴露了真实的恐慌。在中美贸易战的新阶段，能源供应成为了真正的命门。过去，中国每年进口约5亿吨原油，其中超过80%依赖海运。而今，当美国直接点名日照，将因这些关键港口，意味着中国的能源命脉正被掐在海上。日照原油码头是中国能源进口最敏感的窗口。制裁消息一出，多艘运载伊朗原油的油轮在海上滞留。卫星数据显示，自10月9日以来，至少有9艘伊朗籍油轮在中国界海区域盘旋等待靠港，平均滞港时间超过11天。中国海关总署在10月11日罕见发布内部通报，要求各地方口岸严查来源不明原油。此举相当于间接承认，美国的制裁已经引发了全国性震荡。山东的独立炼厂，所谓的茶壶炼厂，成为最大受害者。据中国石油化工协会数据，山东地区炼油厂平均开工率从9月的68%暴跌至10月初的51%，其中至少有17家炼厂被迫减产或停工。青岛港能源贸易区的内部人士透露，油来不了，仓也不敢放。被点名的港口，保险公司不愿承保，连卸货都成问题。一句话，整个山东正在经历一场能源真空。能源供应受阻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内油价暴涨。10月11日，中国国家发改委宣布上调成品油价，每吨汽油上调320元，柴油上调310元，为2025年以来最大单次涨幅。据财新报道，部分地区的民营加油站甚至出现限购制，每车最多只能加200元油。这还只是开始。中石化、中海油内部预估，若制裁持续3个月，全国油品平均价格将上涨12%至15%，航空煤油价格可能飙升20%。航运、物流、制造业一环扣一环，油价一涨，所有东西都贵。这是微博上最热门的抱怨，也是无数普通人正在经历的现实。北京或许以为俄罗斯会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，但现实是，俄罗斯自身也在被制裁与低价竞争拖垮。据俄媒生意人报报道，2025年9月，
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环比下降14%，因为运输船队无法获得充分保险，且中国炼厂对俄罗斯原油报价不断压低。印度、日本、韩国都在加快与美国的能源合作，中国却在被边缘化。国际能源署10月最新报告指出，中国能源供应链正面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系统性风险。报告同时预测，若美国继续维持对港口设备与原油运输的制裁，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在2026年跌破3%。这场贸易战早已不只是关税的较量，它是一场针对中国经济命脉的精准外科手术。美国切断原油，封锁港口，狙击科技与设备，中国的工业体系就像被拔掉了电源的巨兽，仍在咆哮，但已无力前行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场危机没有短期解药。稀土牌打不动，芯片自救无力，能源被锁喉。从海岸线到内陆，从港口到工厂，从股市到百姓油价，这场震动正在扩散。一句话，这不只是贸易战，这是中国经济体系的能源断供警报。而真正的冬天或许才刚刚开始。